99%的人根本不知道，上海楼市当前面临的最大压力是什么？这个压力会在未来3到4年内集中释放。就在你觉得房价已经跌到底，土拍平均1个月出一个地王，新房到处涨价，楼市即将触底反弹的时候，小明呀，你知道有多少套限售房即将解禁吗？12.5万套，12万多套啊！很多区域、很多板块即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抛售潮。现在呢，房地产不是涨跌的问题了，而是这个房子现在它既不是财产，也不是资产。从农村到城里，房子全面过剩，你说是财产，这个财产将卖给谁呢？如果是资产，这个资产30年以后成为老破危房，你将来谁给你变成现金？看后边现在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人住，现在有多少空余的房子？大家看一下，这里300多万没了，这里400多万没了，前面这间大门面起码500、600万，全部都打了水漂。你看整一条街都租不出去，没有一间在做生意的。我记得当时这里呢是15年开始卖的，至今已经10年过去了，到现在还是空荡荡的一片。当时挤破头抢进来买的这些发财股，如今都成了绿油油的韭菜。近年来，一场房屋断供风暴席卷了全中国，几十万家庭按下了还款的暂停键，无数掏空积蓄的普通人在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中坠落，钢筋水泥铸造的美梦被现实狠狠地击碎，银行账单化作命运的判决书，让很多的家庭陷入了一场场的噩梦之中。中国这场经济地震不仅震碎了中国楼市的泡沫，也在千万人的心中撕开了一道裂痕。当人们安家梦变成了债务的坟场，中国家庭的生存样本正在被重新书写。今天的节目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楼市的故事。一夜之间，东莞的天都塌了呀！你们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？大朗某个小区近3个月零成交，楼下同行集体转行去卖荔枝去了呀。蓝城那边当年万人疯抢的一个网红楼盘，现在二手房业主亏本50、60万加送车位都卖不出去。这里是甘肃玉门关老城区玉门汽车站，整个楼呢都被掏空了，但是这玉门汽车站也是营业的，1楼有人。这里被网络上称为鬼城，一套房只需要1000元。视频中这些7层的小楼没有一户有人烟。我们的房子才500块钱，500块钱一套房，还有大量废弃的门面房。一直以为房价下跌最惨的是背着房贷的业主，大错特错，真正被影响的其实是没房的普通人。房地产作为超13亿的国民经济支柱，一旦出现问题，上下游60多个行业都得遭殃。建材、装修、家具这些行业都连续萎缩，多少人直接丢了饭碗。再看银行，70%以上的抵押物都是房子，房子下跌，银行不敢轻易放贷，企业贷不到款，发不到工资，甚至直接倒闭。没房的人不仅找不到工作，连租房就更难了。现场惊呆了，现场简直惊呆了！大家看一下我的镜头啊，最大规模的空置楼层啊，也叫空置城啊，太壮观了。而这种壮观是带引号的，更多的是悲惨。像我手指的现在是在 B 区啊，整个 B 区大概接近差不多60栋这样的空置城，全部都是这种小高层。房子要是再这么跌下去，我感觉大家都挺不住了。我朋友2018年买了一套房，300万买的，先是跌到了200万，后来又跌到了150万，现在跌破100万了。5年多的时间赔了200多万，他这几年做生意赚的钱全都搭到房子里头了。你说这要是换成普通人咋去弄呀？保房价，天天都在喊保房价，不保人口你保房价。现在00后都开始不结婚不生子了，20年后就剩些公园里打牌的老头老太太，哼，要那么多房子来锤盹。2025年，中国楼市传来一个让人揪心的消息：二手房市场崩盘，房价暴跌，1.5亿家庭背负了房贷，生活是难上加难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的压力，甚至是彻夜难眠的噩梦。有人一套房子从500万跌到464万，1年赔36万，这个速度让人怀疑这根本不是投资，而是在割肉。
家人们，告诉你们一个很恐怖的现象啊，单价4000多，带车位带装修好楼层，哎呀，都卖了1个多月的房子了，还卖不掉，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啊？一夜之间呐，唱得好多房东他都在疯狂卖房啊，有的房东啊那叫一个惨了，把当初卖房的首付啊、装修的钱全部亏完的，还是要要呀，非要卖啊！现在二手房的挂牌量啊，马上都要突破几万套的啊，这还不算没得大牌房啊、工地房。你看说房子，你是要买个那个？以前呢都是觉得那个屋里房子多啊，我肯定是有钱人，但是现在不一样的，那个屋里房子多，可能就是个冤大头啊。上海市区的房价真的跌得吓死人。内环边地铁口70年产权的自行电梯房，现在单价2万8都有业主愿意卖了，还是一梯一户的板房啊！上海的房价真的现在真是看不懂。房子现在根本卖不动，没有人要，售楼部根本看不到人，二手房挂出来砍个几万、几十万太正常了，打折都不一定有人出来看房，这就是目前最真实的楼市情况。为什么我发一个实话，那么多人来喷我、骂我，说我影响了房地产市场，说我说了不该说的实话？有什么不敢说的呢？楼市早已经进入了2极分化的阶段，有很多房子就是没有人要，卖不出去，也没有人接盘。现在还在说保房价不保人口的，你们都疯了！老百姓想要一个安稳的家容易吗？现在这房价多少人看得见摸不着，就是买不起。房子盖了那么多，空着有多少咱心里都有数。专家一会儿说再不买就晚了，一会儿又说要涨多少了。可是看看现在，大家是真不敢买，也买不动。年轻人念书出来工作难找，养孩子压力又大，人都愁成这样了，那空着的房子将来到底给谁住呀？所有城市最终房子都会烂大街，你们记住我这个观点就行了，不用多了10年，10年之内所有城市房子都会烂大街。我告诉大家，手头上持有3套5套房子的人比比皆是，有的是手头上藏着3套5套房子的人，他们正在出货，已经希望渺茫了，知道不会再涨了，他们正在陆陆续续出货。房子其实就是在很多城市已经出现过剩，并且并不会停止建新房子的脚步，依然还会建。卖地的需要卖地，开发商需要买地盖楼，他要做这个生意，不可能把公司注销了，不挣钱也干。你保留团队不是赚钱，它是只要有现金流能滚动着能活下去。一位女房主在网络上发视频哭着说，这辈子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买了房子，当时花了100多万，现在50万都没人要，还有60万的房贷，每个月还得还5000，还得还14年，光利息就将近80多万。她说买房子是我人生当中上过的最大的一档，当年买这套房就是为了小孩有个地方能够读书，不用在山里头待着。现在不仅每个月得还房贷，每年还得缴几千块的物业费，特别是这几年经济不好，行业严重下滑，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用，真的是没办法了，我就只能是卖房了。但中介却说现在房子根本就卖不出去，即使一降再降都是没人问。他说现在除了日常的开支，还有父亲骨折大量的医药费，自己都不敢多花1分钱。现在最怕的就是断供，一旦还不上，那就真的是彻底的完了。房子不仅不是自己的，还要不停的去支出费用，而我们只有不停的赚钱还钱，一辈子都在给资本打工，一辈子当牛马都翻不了身。2022年119万买的房，现在搞活动促销尾盘100套40万，3年的时间亏了80万。现在呢，这个老业主还了这几年呢，还欠着银行70万，欠银行就资不抵债嘛，欠银行70万，房子只值40万。老业主应不应该去闹售楼处呢？应不应该他都去闹了啊？这个事儿就是真实发生的。前2天刚刚江西南昌某楼盘，这房子卖不掉了，这是我和老公15年在深圳买的小产权，2房1厅，现在5折都卖不掉了。房子是23年挂出去卖的，现在也差不多2年了。23年的时候，我们的房子挂出去是85万，刚挂出去的那2-3个月，也陆陆续续有人来看过房，其中有个客户看中了，出价70万，当时老公觉得价格太低了，没有同意。现在想想真的很后悔，后面看房的人就越来越少了。在中介的建议下，我们连续调了2次价格，从最初的85万降到80万，降到如今的70万。即便如此，房子依然没能卖出去。家人们，我真的太发愁了。我这房子
之前租给上一个租客是1900块1个月，2月17号他退租后，到现在2个月了，一直空着。为了能快点租出去，我一咬牙把房租从1900降到了1400，结果根本没人感兴趣，后来又降到1300，还是无人问津。现在这市场房价暴跌，房租也跟着猛跌。昨天可算有个中介联系我，说能谈到1300租出去，我当时想都没想就同意了。结果到现在也没个信儿，又没下文了。算下来，这房租跌幅都达到30%了。可即便这样，房子还是租不出去。我现在每天都盼星星盼月亮，就希望这套房子能早点租出去，不然经济压力实在太大了。大家快帮我出主意吧。房子卖不动了，乡村的学校就开始取消了。房子卖不掉了，农民的土地就开始回收了；房子卖不掉了，农村的宅基地就不许建房了；房子卖不动了，各路的牛鬼蛇神专家就开始出来针对农民提建议了。演唱会，明星的演唱会没人看了；对献血有益健康却没人干了；保险这么好干，却没有几个人愿意买了；养儿防老，你却连婚都不想结了。这样建议那样建议的专家越来越遭人唾弃，底层人也越来越醒悟了，再不会任人摆布了。你是哪个专家提出来要救楼市的啊？我见过救人救火的，我从没有想过一天楼市还需要救。尤其是那些专家说救楼市吧，救楼市吧，你不如想想办法救老百姓的收入，救一救贫困山区的老人和孩子，救一救每年应届的毕业大学生。你凭什么觉得从20万涨到100万是正常的？它从100万跌到20万，为什么就不能是市场价值的回归呢？房价的下跌本质上就是市场的行为，降价只是为了让房子回归到居住的属性，有需要的人他自然会买。中国房地产行业目前正处于崩溃的过程当中，全国多地楼市暴跌也是无人接盘。据说至少7、8千栋的公寓楼空置，看不到人气的鬼城到处可见。即便中国不再建新房，这些存量也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够消化掉。因此，中共这个依赖于房地产开发的巨大庞氏骗局，正在我们面前慢慢的崩溃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